大家好，欢迎大家又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那今天是6月20号，也就是以色列和伊朗政权进入战争的第8天。那我现在人在耶路撒冷旧城旁边，我来看一下今天的街道是空了吗？然后还有在路上会看到什么样子的东西。那从这里过去呢，就是耶路撒冷旧城，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过去。那我现在站在的位置呢，是在旧城旁边的购物中心，然后这里有停车场。这个地方叫做马米拉。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条商店街有没有人。现在是礼拜五，然后现在是早上。然后我觉得啦，就是整体的气氛，其实很难感觉得出来，现在是在战争当中。所以我有看到大家的留言，就是说为什么不带小孩离开去避难啊？但是我应该是说，我们都有很认真的看新闻，然后有去评估状况，然后整体来讲，其实以色列的气氛并没有觉得说很多的恐惧在生活当中，然后大家买东西的啊，因为现在有些商店它在打折打蛮多的，所以路上你会看到买东西的人，像现在经过我旁边的这一对父子，他们也是就是很正常的在吃饭啊、购物啊，或者是逛街，这是目前的气氛，所以并没有说好像就是要赶快撤离，现在很危险，以色列要不见了，没有，反而以色列人都是觉得以色列以外的地方对犹太人来讲反而还更危险。那住在以色列它有铁穹系统，然后这里的人有防空洞，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那政府它都会先发简讯，不是简讯啦，就是 APP 它会其实是简讯，就是手机的简讯，然后 APP 也会有那个提示声，然后有10分钟的时间可以跑到防空洞，而且因为是大家都在跑，所以你会觉得这就是生活中很正常的一部分。那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以耶路撒冷来讲，就是伊朗没有攻击，所以我们大家都睡了一个好觉。他是早上快要6点的时候又在攻打昨天打医院的那个城市，但是我们耶路撒冷是没有事。好，那所以呢，耶路撒冷的街道空了吗？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其实是跟平常差不多人潮，可能少一点，但是绝对不是空的。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街道上也都是还有蛮多的孩童嘛，中间那是我家的。然后这间咖啡店几乎是全满，它叫做又是 Aroma， 之前也是介绍过，就是以色列连锁的咖啡店，几乎是全满的哦。所以应该是说整体气氛真的是没有打仗的感觉。然后你可以看到刚才我身后的那个店员，还有前面就有一个阿姨，他们都是阿拉伯人嘛。因为这里其实很靠近旧城，旧城里面有非常多阿拉伯人、穆斯林、基督徒都有。也有人问我说，也没有问我啊，就直接留言，就是说要知道阿拉伯人有没有好像被系统性的歧视，其实应该一个一个去问他们的意见。那欢迎大家自己来以色列，然后来跟当地人互动，因为真的是很复杂。有些人他们因为政治立场的关系，他可能确实他会告诉你他觉得被歧视的部分，他可能有他的故事，那我都尊重。但是我能讲的是，以权利来讲，阿拉伯人是享有完整的权利。然后你还要分别是1967年以后住在耶路撒冷东耶路撒冷这边的阿拉伯人，跟一般1948年阿拉伯人是不一样。那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话，可以看以色列美角写的书，或者是上网查一下。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旧城。那这个城门呢，就是雅法门。我平常的影片都是站在那边开始讲，我们比较少来逛马米拉这边。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就是也有穆斯林的女生现在正在去耶路撒冷。那他们不会因为在以色列戴头巾，然后所以就被当地的犹太人歧视。他们要是不戴头巾，也不会被当地的犹太人歧视。就是在以色列有这样子的自由。好啦，这是一个礼拜好久不见的旧城，有点想念，因为从上个礼拜五开始，就是以色列伊朗政权开始对打到现在，这是第一次站到这个地方。然后一直到昨天，旧城其实是封的，就是你除了居民以外可以进出，其他人是不能进出的。就算你在里面开店也是。为什么我会特别这么说？因为我朋友在
进去右转的那条街开了一家咖啡店，才刚开1个多月，然后这从上礼拜到就是昨天。都没有生意，现在才可以重新开放，所以你可以看到门口啊，就是不是有那个铁的东西在挡嘛，然后那边有警察这样子，就是也是要确保说里面不会发生任何的恐怖攻击，然后特别今天又是礼拜五，穆斯林他们在礼拜五会特别去清真寺朝拜嘛，所以就是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好，然后这就是以色列现在的样子，很漂亮，很多国旗，然后这个是一个古迹，叫做大卫塔。那对犹太人来讲，就是去旧城在西场祷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过去这礼拜都是关门的，所以现在又可以回去祷告，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好，然后我们现在又回到马尼拉了。我们来看看路上有多少的小孩，然后大家也可以猜猜看有多少人是阿拉伯人，还可以看一下有多少人是带枪走在路上的。那这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市的风景咯，人的风景。然后刚好拍到妈妈觉得怎么样啊？心情如何？有没有害怕啦？害怕？对，我觉得说现在整个地球应该都差不多吧。就是打仗的地方不一定不安全，不打仗的地方也不一定安全。我觉得说安不安全，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地方，也不是一个绝对的答案吧。所以妈妈没事，有人关心你，所以特别采访你。这是我家小孩到处跟别人打招呼，这是他的特色。那你们可以看到路上逛街的人，有小孩，有一般的大人，一般的大人，有穆斯林女生，有宗教犹太人，有事实的犹太人。然后这家就是之前超市旁边的那家糕点店罗拉丁，有好吃的糕点。然后你们可以看到，真的是蛮多穆斯林、阿拉伯人在以色列走来走去啊，这都是很正常的。其实很多旅馆他们都会雇佣阿拉伯人的原因是他们不用守安息日，所以就是比较容易做旅馆业。然后这家咖啡店叫做 Rimon， 意思是石榴，从1953年就开店了，是一个连锁店，也是很好吃。你看生意这么好。药妆店就在那边，叫做 Super Farm。然后 Super Farm 就是这个药妆店，很多的店员其实是讲阿拉伯文的，因为他们是阿拉伯人。那你要怎么知道？就是跟他们聊天哦，或者是你听他们的口音就知道了。像我身后这个店员，他就是阿拉伯人。那有没有歧视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意思会是说，如果今天犹太人他看到为他结账的是阿拉伯人，然后他歧视他就可以跟他说，谁给我找一个犹太人过来结账，我不要阿拉伯人给我结账，这样就会是歧视嘛。那我可以说在以色列没有这种状况，从来没有人会去在乎说，今天给我结账的是阿拉伯人，今天给我看医生的是阿拉伯人，今天给我就是干嘛干嘛的是阿拉伯人，然后所以我不要，今天就是超市给我结账的是阿拉伯人，没有这种事情，没有。那大家在新闻上在网络上看到犹太人跟巴勒斯坦人在土地方面的这个冲突，它是存在的。那是因为有历史背景的关系，然后在西岸地区真的是比较复杂。但是整体来说，在以色列境内，800万的犹太人是怎么样跟200万的阿拉伯人相处？大部分的情况就是共存啊。大家看，街道上目前的样子，就是有小孩啊，有婴儿车啊，然后那个人他几乎每天都在那边表演哦。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来耶路撒冷的话，来马米拉这边都可以听到他的表演，或者也可以追踪他啦。当当，真的是到处都是小孩啊，所以有人留言关心我们说撤离一下嘛。那我有讲，就是对以色列人来讲，以色列是一个很安全的国家。那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也没有感觉到那样子的恐惧。然后也是在这里才能够跟大家分享耶路撒冷的现况。刚刚经过我的这2个人，穿西装的这2个人，是讲阿拉伯文的。
舅舅在看狮子跟骆驼。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耶路撒冷旧城旁边的马米拉购物中心，看到的样子。我们有看到犹太人，看到阿拉伯人，看到穆斯林女生自己在路上走路，然后也不会有人去骚扰他们，他们要戴头巾不戴头巾都无所谓。然后有看到，你们刚刚没有看到带枪的人，但是如果来的话，其实是可以看得到。还是如果你们再看一次影片，也许有看到那个带枪的人，可以再告诉我，因为我刚才没有注意到。然后我现在我前面有一个带枪的人，然后还有看到很多的小孩，为什么呢？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讲，等一下哦，左边还是右边？有。然后呢，因为对犹太人来讲，这是打伊朗是他们预期中的事情，然后以色列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对犹太人来讲，比世界上很多地方都还要安全，所以并没有那种好像恐惧的气氛在里面。然后我现在旁边一个也是带枪的人，然后后面有一个穆斯林，所以这就是以色列的样子，就是有穆斯林走在路上，然后也有以色列的犹太人带着枪走在路上。那希望这样子的影片可以让大家更了解耶路撒冷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城市，是犹太人跟阿拉伯人共存的一个城市，然后种族不冲突才是常态。这些是祷告回来的穆斯林哦，他拿的是穆斯林祷告的祷告毯哦。他又带枪又买东西。好，我妈妈说应该说种族共荣，因为你说什么？就是不同的种族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彼此融合的生活，但是他们还是保留了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各自的特色，所以不只是共存，是共荣哦。对，一起融合在这个环境。其实同一个社区、同一个商店、同一个 supermarket， 任何地方其实他们并没有分什么样的种族、什么样的人，其实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活。好，然后呢，我会再访问妈妈，请期待下一集的影片，拜拜。